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来看决定这2位在这一轮最终结果的现场观众加薪支持了。来，我们一起来看。胡菜获得现场观众343分加薪支持，总分573分；陈叶安获得现场观众197分加薪支持，总分227分。喜欢你没道理，我们要恭喜卜菜成功的晋级巧乐兹，让我来唱全国5强。恭喜卜菜！卜菜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今天看起来心情很好啊。哇，我上台之前心情可不好了。真的。就是因为没背，就是还是没背住词，然后完了之后，哎，算了，我不多说了吧，不然我 PD 又瞪我。唱完了就踏实了，是不是？行，行，对，我现在比较加油吧，轻松，好，谢谢。啊，当然叶安只是待定，好不好？继续加油。小程序让我来唱冠军预测加薪通道即将开启了，大家可以前往巧乐兹小程序为你心目当中的冠军舞台进行加薪支持。截止8月15号中午12点，加薪值最高的选手可以获得巧乐兹品牌商务合作及更多曝光机会。除此之外，节目总决赛冠亚军也将获得巧乐兹接下来的品牌商务合作及曝光机会。如果巧乐兹小程序冠军预测结果与总决赛冠亚军选手重合的话，那么此商务合作机会将顺延至季军。来，我们交给子墨弟弟。那么第3组对战，盛阳、罗小黑，本轮自动形成对战关系。在演唱之前呢，想问一下双方的家长有什么想说的？我们先问一下盛阳的家人。盛阳的妈妈来了哈。其实比赛到现在我觉得盛阳压力越来越大了，我觉得你应该放松心情，放下压力，尽管在舞台上唱歌，加油！好，盛阳爸爸要不要说2句？盛阳，你站在这个舞台，站在巧乐兹这个舞台那一天起啊，家里人都会感到自豪和骄傲。你自己也是勇敢的、大胆的去。OK， 收到了。这会儿加油啊！爸爸可能平时表达的感情都比较含蓄的啊。来，我们小黑的妈妈来了，对不对？小黑的妈妈和姑姑。对，我是小黑的姑姑。然后呢，今天我带着妈妈和表弟一起到现场为小黑加油鼓劲。小黑就是说，我知道你有一个音乐的梦想，那么舞台已经摆在这里，你就自由的放松、轻松去唱，表达自己想唱的歌，做最好的自我，加油！好，那2位都加油了，好不好？盛阳和罗小黑。那么依据规则呢，我们首先登场的是现实加薪排名靠前的盛阳，我们一起来看看家人眼中的盛阳。在我眼里，他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大家好，我叫盛阳，今年8岁了。我最喜欢的是我的偶像苏兰登波尔，我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的小童星。长大我应该比苏兰登波尔漂亮，我有决心。他上进心很强，直率、坦诚，但他不是一个乖乖女，能吃苦。他想要做的事情，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你自己都说的是假设呀，所以在那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你听过这首歌吗？不好意思，还真没有，我有点尴尬。盛阳从小就热爱艺术，跳舞、演讲、钢琴，他每一个都能学得很好。这是我们带着盛阳租了9年的房子，房子条件不好，但他从来不说苦。那时周末同学都去吃大餐，盛阳说：“妈，我不用，我就想学音乐。”
郑阳的学生时代的生活就是这么过来的，也养成了他刻苦认真的性格。他早期学的是大鼓，并且得到了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老师的言传身教。我给大家说段书，福州东北大书。寒冷时，天阴。唱东北大鼓，盛阳唱到了全国赛，也唱到了央视。学习演讲，也讲到了全国赛。还有主持啊，唱歌呀，从小学到中学，他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从小的梦想就是唱歌，你说你长大了要做歌手，而且要做一名优秀的歌手。其实那时我们只当一个小孩子一时的兴趣罢了，一坚持就是10几年。有人说你天赋好，有人说你是老天赏饭吃，但我们知道，从6岁到19岁，从瓦房店到浙音，你一直在努力。妈妈祝你梦想成真。盛阳加油！有请盛阳带来歌曲《逆战》。
感谢盛阳带来的精彩表演。接下来登场表演的选手是罗小黑，我们一起来看看家人眼中的罗小黑吧。这是小黑的房间，这狗狗是他自己贴上去的。从小都喜欢这个阿猫阿狗。在上海读儿童大的时候嘛，有一个流浪狗嘛，一直就喂流浪狗，喂到毕业了，哎，这个流浪狗没有人喂咯，怎么办呢？他就又把它抱回广西，真的很善良。那他从小是一个听话的小孩吗？是啊，从小很听话，什么事都很优秀。幼儿园晚会啊，10几个节目，他自己一个人占了7个。他小时候表演，他站的位置是侍卫，是不是这样讲啊？是侍卫啊。但是长大的时候就不听家里说，他就是要坚持他自己的梦想了。各位老师好，我是一名原创音乐人罗小黑。我是原创艺人罗小黑，原创歌手罗小黑。我都跟他说过，劝他叫他不走这条路，走不去的时候就白白浪费了。如果他去考编制的工作的话，就稳定一些了哦。但现在看了他走到了全国6强，内心是感觉自豪的吗？6强还没有，也没有什么成绩吧，也不是成绩吧。那他现在有啊，薛之谦的那首歌《天外来物》，也没有很多人知道啊。70后啊，60后啊，有的人听都没有听过。所以你们经常会聊这些事吗？他跟我也没有聊的太多，平时就自己偷偷的自己写在墙上，自己写上去的这个字。儿童是梦想家，等到青春期后，他们只想不回家。叫他回南宁找工作，他也不同意。他铁了心要在上海。小孩相信奇迹，大人相信史记。担忧他走这条路就白白浪费了。他自己也说，他现在是很快乐，其实他可能也是表面的快乐，内心就比较苦。一个人在外面漂泊嘛，没有一个人帮着他，不像他的老表啊，互相帮助嘛。他自己一个人，我就是这样觉得很苦。也没有人为他做什么，也做不了什么，我们帮不了他。妈妈真的很心疼。有请罗小黑带来歌曲《亲爱的你啊》。
感谢罗小黑带来的精彩演唱。好的，各位朋友们，现在盛阳和罗小黑的演唱已经全部完毕，马上我们要有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为他们进行加薪支持。我们本轮同样是全国赛推荐官、乐评团和现场观众来三方决定。请注意，乐评团每人10分，现场观众每人1分。1号代表盛阳，2号代表罗小黑。先由乐评团和现场观众给出加薪支持，请注意是2选1，支持谁就把你手中的分数给到谁。来吧，现场的乐评团和观众朋友们做好准备，30秒的加薪倒计时开始。谁的舞台更打动大家呢？注意看序号，不要给错了。记得为你喜爱的选手做加薪支持。加薪倒计时，5、4、3、2、1，结果锁定。好，那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各位全国赛推荐官们，请各位老师共识你们的结果，将60分给到盛阳还是罗小黑呢？吴桐老师，我觉得其实盛阳可以说在这一场目前的这几位歌手来说，他的技术应该是目前是最好的，但是很抱歉，我还是投到了小黑，因为还是我那个标准，就是我觉得唱歌要唱内心的故事。盛阳呢，可能在这首歌的定位，就是因为这首歌是一个拼搏，是一个暴风战士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说如果就是已经不能再坚持的时候，我还要再坚持。但是我听到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按照一首大歌的这种方式，前面弱，然后怎么铺垫，然后怎么转，后面怎么把它加分儿，然后再让它那个出彩。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这首歌不是这样的。这首歌一上来就应该是火力全开，然后在大家觉得你不行的时候，你又翻一番，然后再翻一番，应该是这样的状态。我知道你今天嗓子应该是已经很受伤了，对，出血了，我知道，所以但是很遗憾，对，希望你好好保护嗓子，下次再加油，谢谢吴桐老师。我觉得今天两位在舞台上是2种不同的风格哈。我觉得今天好像3组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盛阳今天的整首歌的表现，其实我会觉得前面那个 VCR 我看下来，其实从小就是爸爸妈妈对你的栽培，包括你自己的努力，我一路看来，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好学生，就是都有拿奖，都有赢得比赛，都有很好的成绩。我觉得这是跟你的努力和天赋，家庭给你的支持，我远远都分不开的。其实你知道那个 VCR 看完之后，其实对我们，包括我不知道是认识你的人或不认识你的人，其实那个 VCR 看完会把期待值拉得很高。我们会期待说，盛阳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能不能依然大放异彩。其实这是一个一个我们的感受。然后我听到你唱《逆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逆战》的前半段的表达我是不能理解的。我跟吴彤老师有一样的感受。那个东西好像跟那个歌词很脱离，然后跟你本身，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学生，你要逆什么战，就是会让我有这个感受，就是你的逆战，你的阻力在哪里，你的逆境在哪里？其实我并没有看到，包括整个在歌曲当中，会更多的是一个会就是带领着大家一起说向前冲，但是那个共情力就变少了。我其实一直很喜欢盛阳，而且我觉得盛阳是真的是又努力又勤奋，天赋又好。所以其实今天这首歌，我觉得在我这里是有一点遗憾的。小黑今天整首歌的表达，我好喜欢。我觉得你开口第一句，我就默念小黑今天要赢了，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这个歌娓娓道来，你带来的是什么？我看到那个你跟你妈妈的情感的 VCR， 就感觉你一路在这个家庭当中，你有很多的表达，你对着墙写，你有很多的故事对自己说，然后妈妈当然祝愿你好，但是好像也无能为力，就是这种感受让我觉得小黑很棒。在这一刻里面，我觉得很多的祝福，你知道吗？你没有获得的，你在歌里唱给了大家庭。你说，就是你会翻过山，看到的是万丈晴天，就是你把所有的美好都留给了所有的人。我觉得这是小黑今天在歌曲当中，我觉得最大的魅力，这也是你内心中最善良的部分。你可以拿自己没有获得的那一种期待、遗憾，变成祝福送给别人。所以我觉得小黑这首歌很有力量，是你呀。我也想问问看妈妈，小黑的妈妈，今天你觉得小黑的表现你满意吗？满意。小黑，你在妈妈心目中是最棒的。真的吗？嗯。我相信小黑等到妈妈的这句夸赞，也等了蛮久的。而作为歌者，能够被听者听懂曲中意，是最令歌者欣慰的啊！我不知道小黑在听到妈妈说你在妈妈心中是最棒的，你想对妈妈说什么吗？我希望说，我已经快30岁了，希望妈妈也可以，就是在我做很多选择啊，或者是我想跟她说好多话，我想跟她谈好多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但是好像她总会把我当成小孩，就是我会觉得说她把我当小孩的时候，还不愿意信任我可以面对这个世间的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有很多遇到的事儿也好，他总是第一时间先担心我，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给我多一点这种相信，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觉得我长大了，所以我就想说希望妈妈可以多相信我一点，我也想成长为那一个更坚定的那个人，就是谢谢妈妈今天说我是最棒的，我会把这段反复观看的好吗？
小黑，我冒昧的问一下，这该不会是你第一次听到妈妈这么讲，说你在她心中是最棒的吧？就是平时他对我的夸奖都比较敷衍啦。但是就是我感觉很多时候他可能会更客观一点。我知道他是希望我变得更好，就是我也希望说，大家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要说自己不够好，可以觉得不要说自己不好，不要说自己本身不好，可以在一些方面都觉得自己可以再更好一点点，但是要相信自己是好的，也希望妈妈相信我本身就是好的，然后再去看我还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地方，就不要先去看你可以提高这里，你可以提高这里，你可以提高那里，希望妈妈可以先扎实的笃定的相信我是 OK 的，这样就够了。所以下次妈妈的夸奖可以更坚定一点。我相信小黑的妈妈一定会的啊！今天我看明白了，其实妈妈某程度上不是在阻止你，妈妈是心疼你、担心你，可是她却不知道如何能够帮助你，能分担你的一点点的压力哈。所以加油了，好吧？妈妈是支持你的。大家其实有没有注意一个细节？我们今天现场哦，因为导演组很用心的为每一位选手制作了 VCR 去拍他们的家人，可是在他们演唱之前又很怕他们看到 VCR 之后开始大哭会影响演唱状态，所以包括盛阳、包括小黑、包括之前所有的选手，他们在表演前都会有个现场导演拼命的在跟他们聊天，分散他们注意力，不让他们去看屏幕上的这些画面哈。盛阳，你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某一刻说我要忍住，先不要看拍的家人的这些 VCR？我还好，对我一般都是突然看到丑照，我说，哎，这个也给我放出来了。对啊，这个比较不能过关，是不是？哎，对，是，没给我审过这个照片啥的。好了，不管怎么样呢，大家都全情的在这舞台上带来了他们的表演哈。目前看我们好像所有发言的推荐官老师好像意见都很一致的哈。杜华老师。对，就是在小黑身上的话，我仿佛看到我自己，因为我是有弟弟的嘛，所以我妈永远是在夸我弟弟，然后不断在否定我。比如说你不如你弟弟聪明，你学习不如你弟弟好，所以从小到大的话，我就特别的想证明自己，所以后面的话我很努力，然后在事业上也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好，工作也很勤奋，但确实的话，我觉得我妈这么多年来40多年还真的是欠我一句夸我的 ，never 从来没有，所以我从来都没，就在看到小黑的经历的时候，就突然想到我自己啊，真的，那盛阳的话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因为不缺所有人对你的赞赏，但是其实实际上像我们这种从小就是被打压的孩子的话，真的很需要别人的一句赞赏。我不知道小黑今天听到你妈妈对你的夸奖的话是什么样感受啊？我回去的话，我特别想跟我妈打个电话，我说妈，你欠我一句。真的，我跟你讲，从来没有。我今天的话，我自认为我已经做得很优秀了。我妈从来都没有夸我。我们掌声欢迎杜华老师的妈妈。没有，对，没有。对。我特别能理解，我真的能理解，因为，即使你赢了全世界，你还是需要妈妈对你的那一句赞美。像我上一场，我都已经不想再讲为什么要支持小黑了。我就是想支持，但可是在上一场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小黑背后的故事。我其实特别想对小黑妈妈说两句。大姐你好，就是这个看起来我们年龄实际上应该是差不多的。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就是儿行千里母担忧，你担心他，因为我也有孩子。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他，你是你。你刚才说非常抱歉不能给小黑什么，你可以给他，你给他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信任。他不用跟别人比，只要她是你的女儿，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好吗？小黑加油！谢谢郝蕾老师。对，我还想补充一句啊，就是你叫大姐，是吧？对，姐，其实
实际上的话，我觉得真的现在世界是多元化的，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我也不觉得只有唯一一条路就是铁饭碗或编制内。我觉得现在小孩的话，给他快乐，按照他自己的意志去生活，快乐比什么都重要。尊重他们，我觉得可能他的人生会更加的绚烂多彩。谢谢杜华老师。尚雯婕老师，对，大家对小黑的说的很多了啊。我说一下盛阳，盛阳今天这首《逆战》其实唱得非常好，其实出来的时候，虽然这个我觉得前后安排在编曲上，大家可以确实再斟酌一下啊，到底是前面做铺垫，还是应该是当中做铺垫弱下来再强起来，这是结构的问题。但单从唱来说，他今天这个是非常强大的，非常强大的一个现场。但是为什么刚才在台上说话的这些好像更偏爱你的对手一点呢？对，我不知道盛阳就站到现在啊，有没有心里面在嘀咕这个事情？既然我技术那么强悍，为什么都在谈论他？你有想过吗？没，因为我也特别爱他，我特别爱他。因为我们就是你看那个没有了照片，我们当时就是一个组的，所以我刚才听就是也很感动，因为我昨天在跟他说，我说如果今天你妈妈真的就是说认可你支持你，我就会很感动，因为他其实最开始在节目里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一组的时候，就我们两个在聊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刚才也是老师们说到说杜华老师说可能就是我是从小就被鼓励啊什么的，但是确实他们需要一句就快乐，所以我也特别愿意把我的那些爱给他们。所以跟小黑合作之后，我就一直每天就是在夸他这样子。多聊聊。然后我特别喜欢他，看得出来你们相处的非常有默契啊。但是是这样，就刚才应该杜老师的这60分也是给小黑的，是吧？对。对，我觉得大家现在在这一轮上面比较偏爱小黑，不是因为他妈妈不夸他。我觉得首先来一点，你看他今天其实跑调好几个地方，你音准比他好太多了，但是，对吧？而且他这首歌难度比你这个也差太多了，但是为什么这仨都把60分给了小黑，不给你呢？我觉得现在啊，我觉得盛阳啊，你也是因为我看过来，我觉得是真的很厉害的一个歌手啊，这技术真的非常的强大。我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你可能要想一个问题。对，真正的厉害是什么？真正的厉害是我什么都可以，还是我懂得我可以什么？逆战这首歌你唱的无懈可击，但是这首歌不是你的。我说不是你的，不是说这首歌是翻唱，而是说这首歌不是你。而小黑唱的这首歌，也许他是翻唱，但小黑唱的是他。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盛阳，你不用再更强大了。你已经足够强大了，你要想的是我的特质是什么，而不是如何变得或者我要展现更强大。你要找到你的方向和特质。虽然你所有的音都可以完美的唱下来，但在刚才我就印象很深刻，就当中有一段有点像dance break 是吧？有点像 big beat 那个编曲出来的时候，你在那儿做了一些很酷帅的动作，这个配合舞台上给的这个灯光。其实应该是一个非常出彩的一个段落啊，就是歌曲的张力啪出来的时候，但我觉得你所有的表演都很奇怪。好。你很努力在做了，你没有做的不对。我觉得不对的是这首歌它不是你，你有更适合你的东西可以去做。一个人什么都可以唱，不代表他就要去唱所有的歌。谢谢老师。而小黑今天呢，他第一句出来，我非常同意这个胡老师的话啊。第一句出来，我觉得就是他了，因为真的就是唱歌这个东西不关乎技巧，有的时候是纯粹是一个心灵感动嘛。那他的东西是他，所以他就能够感染大部分的人，这是一个感染力的问题。同时，我觉得他的最大的强项，我觉得他心里非常清楚，我觉得这可能是跟他自己老写歌有关系。所以他会思考的比较多，他非常清楚他是谁以及他适合什么歌。谢谢老师。所以我的60分，抱歉也是给小黑的。对，因为其实上一次的时候，吴彤老师也跟我说过，要我找一些自己的特点，对，也是在慢慢找的过程了。谢谢老师们的这个对我的这些建议，谢谢。真的不用再展示更强大的技术了，你已经足够强大了。咋办呢？第2首歌也是这样呢。尚雯婕老师有没有
比如你在看他表演的时候，你心想说，哎，其实什么歌是适合他的？有没有？给他一个我自己觉得个人意见啊，人家老说杀鸡焉用牛刀，你要杀鸡，你要唱一些真正能够让自己感动的慢歌。好，谢谢老师。我有一句话，我是觉得你说第2首歌怎么办，还是这样的，应该怎么办？我告诉你怎么办。还有一轮是吗？现在不一定，现在结果还没定啊。对，现在对，当然就是如果再有第2轮，如果再唱这歌，我是建议你就想歌词。好。就想那个歌词里面说的那个事儿，那个人可能是你，或者你是那个人。好。或者是那个人怎么在什么状态下写的那首歌，那歌词里面什么样的故事跟你的故事连在一起，然后你把它唱出来，用这首歌唱你自己，什么都别想。我非常非常同意吴彤老师的点，对，我觉得因为盛阳你的技术很好，你可以驾驭很多的风格，但是你要知道你在选歌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选那首，这首歌好像能够凸显我的唱功，就不要用这个思路。就是哪一个歌能够代表你当下的心情，你就去唱哪一首歌，这样才更适合你。好，加油！那我们看看各位推荐官老师，此刻最终的共识是60分会给到。我们的共识结果是60分给到小黑。恭喜罗小黑获得推荐官方的60分，恭喜！哇，没有想到由亲情的探讨，大家聊了很多哈。不光是演唱技术，或者是跟妈妈之间的交流啊，好像就算成功如杜华老师，他也需要妈妈的一个肯定和鼓励。我觉得我们受到一点启发，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不用等，能够当面讲就当面讲，不好意思当面讲，发信息告诉他，妈妈你是最棒的，我也是你最棒的孩子，好不好？人人都需要爱。是的。好，那么看到推荐官方已经把60分给到罗小黑，此刻我们来看看各位乐评团的选择，在盛阳和罗小黑的部分，他们分别为他们加薪多少呢？来，请公布。我们看到盛阳获得乐评团120分加薪支持，罗小黑获得80分加薪支持。乐评团老师可以点评一下刚刚的表演。好的，我这一票是投给了盛阳，我想跟盛阳说几句啊。刚刚看到了你的 VCR， 其实让我想起了我曾经合作过的一位歌手，他叫做易烊千玺。千玺也是在他4、5岁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被认为是有天赋的，所以开始了漫长的无休止的各种才艺的训练。当然，现在的千玺大家都公认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优秀的年轻人，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即便他在加入那个国民组合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是不被看好的那个，甚至被很多人说是不够好看的那个。但是后来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了，所以今天盛阳，我觉得《逆战》这首歌对你来说，也许在技术上你完全可以掌控，但是选择这首歌曲对你来说本身就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场逆战。我觉得你表现得非常好，特别是中间那段间奏过后，你慢下来的那几句，我觉得你让我看到了好像是一朵生长在黑暗里的花，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阳光的照射，但是它还是要顽强地开出属于它自己的姿态。谁说强者就不需要被看见、被安慰、被鼓励？今天大家说你的强，是指在今天这个舞台上，相对而言你的技术很棒，但是离开了这个舞台，你一样是一个20出头的，对未来有太多忐忑未知的，需要得到鼓励的小女生。所以继续加油，用你的未来，用你的成绩，让那些不好的声音通通闭嘴。我的这一票投给了盛阳，然后我非常同意尚雯婕老师的说法，然后我是觉得不停留在编曲的问题上，我觉得选歌选错了，不太搭。然后我是觉得，如果你再选歌的话，我希望在歌曲的厚度上，还有你所能表达的内容上面，可以再多一点点的这样的歌曲会帮到你。我觉得现在这首歌不够。其实没有把你最大的优势和能量体现出来。第二个，我觉得我很同意吴彤老师的说法，然后我是觉得天赋是一个人的表现的一个下限，
然后所有的东西是努力。一个从小就优秀的人，其实是需要不断的自己给自己压力的。他能够有很好的表现和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过往，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让自己松懈过。所以努力真的也很重要，希望大家都能看到他的努力。谢谢。我想反驳一下，又想反驳一下刘水季老师刚才的，对，不好意思，我还是很爱您啊，我还是很爱文杰，我刚刚已经对你开启了好友验证。不是你把我拉黑了是吗？咱俩不是已经好友了吗？是拉黑了，重新又拉回来是吗？聊好了就加入特别关注的行列。那个说文杰，对，我还是要反对一下这个刘水季老师，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在这个舞台上啊，咱们其实不是说一定要批评盛阳啊，但是我不赞成这样盲目的对他的这种鼓励，因为可以鼓励，私下可以鼓励，我们可以在台上也告诉他你的技巧很强大，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像这样的音综，像这样的舞台，对他来说是很珍贵的。他每一场的选曲，每一个人对他的评价，对他的所有的方向的指引，会影响到他对自我的认知。你也说了，他现在年纪也不大，对吧？还有很长的路等着他，会影响到他对接下来自己表演的设定，对于曲目的选择。他现在每一个舞台还是要很珍惜的、很谨慎的去选，因为他能够让大众看到他强大的机会，每个人都没有很多。那么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对他所谓的这个批评和指正，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声音，让他知道他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鼓励咱们可以私下鼓励，对吧？但我觉得在台上，咱们还是可以。我完全理解文杰说的，稍微拨乱反正一下吧。所以我觉得刚刚文杰咱们的交流其实不是一个1对1的观点的反对和同意，而是大家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对，因为即便是优秀如尚文杰老师，他也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面临很多身不由己。在最重要的一档音综上，尚文杰老师也免不了要唱《归途有风》。在自己的专辑作品当中，尚文杰老师也免不了要唱《我想我是你的女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对盛阳也要有一些并不是盲目的偏爱和鼓励，而是让他的强大被正视、被看见。所以我觉得盛阳，刚刚文杰老师也说了，你要在抒情歌当中去好好磨练。所以我建议你后面可以去尝试唱一唱《我想我是你的女人》，也许这首歌会有你焕发出一个不一样的很好的版本。刘水季老师，此刻你被尚老师开启了好友验证。没有，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刘水季老师，我记得某一次节目我们遇到过，我说过，就谁跟我提我想我是女人，我跟谁急。但是文杰你自己在让我来唱，你自己提到了。打起来！我可以提，就是别人不能提，知道吧？别人提我就得急。但是呢，我觉得吧，我想了一下，我们现在约定一下啊，谁都不要提这个女人。我觉得女生就有很多不同的标准。我觉得我可以不把您拉黑，您再给我再加回来吧，行吧？咱俩今天打平了，行不？好的，好的，待会儿咱们再私信聊。哎，好了，你先把我通过一下。来，我们看一下徐明浩老师拉黑了谁？来，不是，徐明浩老师，你选择鼓励谁？我不说鼓励吧，我就是想对盛阳说些话，因为好像在这个节目里我没有特别对盛阳说过一些事情，但是刚才通过 VCR， 我特别能理解你为什么成为今天的你，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你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然后可能从小去打比赛，然后收获了很多的奖状奖励，然后也会家人一定会对你非常的严格，所以从小可能你做很多事情不是从你本身出发，可能是为了给妈妈看，给爸爸看，给你身边的人看，你可能会有很多，可能到某一天你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不是在给我自己，我就是要获得一个赞扬。我跟你小时候其实是一样的，所以特别能理解为什么你今天在这里每一次选歌都会把你最擅长最强大的技巧的东西拿出来。但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里，你现在这个时期需要做一个改变，就是在这里你已经不需要在乎别人对你的赞扬也好批评也罢，我觉得你要把重心放在你自己身上。从这一刻开始，你需要找到
你想要做什么？我是这样想的，对，因为真的看完 VCR 之后，我跟你的过程是很像的，所以包括我出道之后也是没有特别多自己的思想，总是在想我这么做的话，他会不会喜欢？他会不会喜欢？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会发现我做什么都不是自己，所以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但我还是希望好好的找到自己吧。谢谢老师。我相信盛阳今天也没有料到老师们有这么多为你说了很多建议啊，包括徐明浩老师，他懂你，对不对？他说对了。对，反正就是这一路走来嘛，就是很乖的一个小孩，但是确实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一路以来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我希望站在台上唱歌，我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谢谢大家。我们会记得这些非常动人的瞬间啊！每一位来到让我来唱的女生，她们都是用生命在歌唱，追逐自己音乐梦想的女生。我们把掌声送给每一位选手，好不好？好，应当说，目前为止在推荐官和乐评团两方相加，目前2位的总分上差距不大。因此，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现场观众选择加薪支持，分别为2位选手增加多少分呢？而他们2人当中总分最高的那位，将能够晋级乔乐兹让我来唱全国5强。来看看现场观众的加薪选择，请公布。盛阳获得现场观众180分加薪支持，总分300分；罗小黑获得现场观众362分加薪支持，总分502分。喜欢你没道理，让我们恭喜罗小黑晋级乔乐兹让我来唱全国5强。我真没料到我要在这个时候讲一些，然后我刚刚有特别注意到我们胡彦斌老师说了一句，好像就是他说我好像没有在这个路上获得很多的时候也唱给大家听，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来到这里之后收获到了好多好多好多的爱，所以我每一首歌我都希望如果在传达那个爱的时候，一步一步，我想把我收到的这一些好多好多的爱都唱出去。谢谢，谢谢，掌声送给罗小黑。那么盛阳。乐兹小程序让我来唱冠军预测加薪通道即将开启，大家可以前往巧乐兹小程序为你心目当中的冠军舞台加薪支持。截止8月15号中午12点，加薪值最高的选手可以获得巧乐兹品牌商务合作和更多曝光机会。除此之外，节目总决赛冠亚军也将获得巧乐兹接下来的品牌商务合作和曝光机会。如果巧乐兹小程序冠军预测结果与总决赛冠亚军选手重合，那么此商务合作机会将顺延至季军。目前全国5强仅剩最后2个席位，将在最后3位待定选手中产生。接下来进入第2轮1v2阵营对抗赛，3位选手分为1人阵营和2人阵营。1人阵营的选手要1打2，成绩超过对面2人则直接晋级。2人阵营的选手命运捆绑，一输一赢的话，3人都将终极对决。只有2人成绩都赢过对面，才可以直接晋级。哇，太刺激了！子墨，这个分阵营你怎么看？我不知道啊，这太复杂了，很震惊，对不对？但是，根据这个规则啊，我揣测就是谁觉得谁最厉害啊，
能够打败剩下的2个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2个人共同认为有一位太强了甘拜下风了，所以要结盟，我们要携手合作。对对对。可是你知道，如果假设我被放在这个环境里啊，我的心态就会是谁都别想给我跑，我会尽量的努力，希望3个人都进终极对决，这样至少还有争取的机会嘛，对吧？对，是不是？如果在前面就直接被决定结果了，是不是很可惜？没错。好吧，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3位选手如何选择了啊。我们请现场的3位选手，你们就可以直接用话筒讲啊，包括你们讨论的心情你们需要现场来及时的商议，谁选择1人阵营，谁和谁选择2人阵营。哎，等一下，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是不是得听妈妈的话？我们是不是听听家长这么说呢？要的，好不好？来，这样我们叶安的妈妈和妹妹给她一些意见好不好？希望叶安选择1人阵营还是2人阵营呢？可以帮她出主意。ไม่รู้อ่ะน้องยีนอยากอยู่ทีมเดียวหรือ2 คนลูก他问我尊重女儿的意见是不是？我也不知道，หนูไม่รู้我也不知道这个。看来很愁人啊！这陈果妈妈要不要给女儿支个招啊？给个方向？您觉得陈果可以1人阵营，还是选择一个捆绑大家2人阵营的？陈果，你还会听妈妈的建议吗？我考虑一下。考虑一下，他说。妈妈也很难选啊。妈妈说。妈妈，您可以说您的想法。总之，最后的决定陈果来拿。我说了，他也不听。刚才我不是讲过了吗？他都没听我的。这把不能再选补菜了啊！这补菜已经晋级了啊！对，妈妈您。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赛制是怎么的，就是什么捆绑。现在是他们3个人，有1个人要选择1人阵营，有2个人选择2人阵营。所以陈果先选吗？不，他们自己商议，他们那就让他们自己来定吧。嗨，对，好，这问题算我没问啊。对，那盛阳的妈妈要不要给女儿加油打气，给她一个方向？盛阳你自己决定，如果晋级了，继续留下来继续唱；如果输了，妈妈明天带你回家。底气。我不让他回，妈妈，我不让他回，跟他回泰国了。天哪，我听到我都要哭出来了。好，看样子妈妈们会非常尊重女儿们的选择啊。来，那请3位自行商议，谁成为1人阵营，谁和谁成为2人阵营。大家可以拿话筒讲啊。来，我1人阵营。这个要你们共识的啊。那是2位同意吗？我都可以，我1个人也可以，2个人也可以。我们3人阵营。陈果，你确定吗？那 one， 只要是一 ，OK 吗？不可以，不可以各自1人阵营哦。哎呦。那陈果，你确认吗？我确认。确认吗？不吃啊，别！我又不是补唱了。可以的。可以的，我们是都可以，我都可以，配白配，石头剪刀布也可以。这个会不会有点太草率，老师？来吧，那如果你们确定陈果是1人阵营，那我就要宣布喽。最后5秒，5、4、3、我都可以。2、1，决定了。好的，那么1人阵营是陈果。2人阵营是陈叶安和盛阳。好，那么首先要为大家带来表演的是陈叶安，请叶安做好舞台准备。
有请陈叶安带来歌曲《神奇》。感谢陈叶安带来的非常精彩的神奇，谢谢叶安，请回到我和子墨的身边，谢谢他，掌声送给叶安。好，那么在叶安的表演结束之后，马上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为陈叶安做加薪，支持了我们这一轮仍然是全国赛推荐官、乐评团和现场观众三方来决定。没错，请注意，推荐官每人10分，乐评团每人10分，现场的观众每人1分。如果喜欢陈叶安的表演，就请按1为他加薪。好的，各位朋友们，30秒加薪倒计时现在开始。注意，喜欢他的表演，请按1哦，别忘了给他投票。支持陈叶安的朋友们在哪里？
看一下上面的朋友有支持的吗？还是那边的朋友？倒计时5、4、3、2、1，结果锁定。好，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全国赛的推荐官和乐评团部分的加薪结果，究竟陈叶安在这两方能够拿到多少分的加薪支持呢？请公布。陈叶安获得推荐官20分加薪支持，乐评团150分加薪支持。好的，那接下来陈叶安在这一部分表演的总分需要结合现场观众的加薪支持。各位刚才为他加薪支持的朋友们，来，我们一起看一看为陈叶安加薪支持的观众结果是，请公布。陈叶安获得现场观众377分加薪支持，总分547分。应当说是个不错的成绩啊，但是陈叶安最终的这个命运如何，我们还要看接下来的2位选手他们的成绩怎么样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舞台交给即将表演的陈果。有请陈果带来歌曲《小孩》。
谢谢陈果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请陈果回到我和子墨身边。好的，那么在陈果演唱结束之后，我们仍然要请现场的朋友来为陈果做出加薪支持。这一轮仍然由全国赛推荐官、乐评团和现场观众3方来共同决定。没错，同样呢，推荐官每人10分，乐评团每人10分，现场观众每人1分。如果你喜欢陈果的表演，就请按1为他加薪。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做好准备。加薪倒计时30秒，现在开始。有喜欢刚刚表演的朋友们吗？你看一下这边声音大还是那边声音大？那边呢？上面的朋友有吗？不要忘了摁1给他投票哦，如果你喜欢陈果的表演。加薪倒计时。5、4、3、2、1，结果锁定。好的，现在我们首先还是来看推荐官和乐评团的加薪支持分数是多少呢？来，各位，请公布。陈果获得推荐官50分加薪支持，乐评团150分加薪支持。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同样，陈果在这一轮的总分要结合现场观众的加薪支持结果，我们才可以看到，如果陈果的总分能够超过上一位表演的陈叶安，代表陈果代表的艺人阵营赢下一局。目前陈叶安获得的总分是547分，陈果再加上现场观众的加薪支持后，获得的总分数会是多少呢？我们现在马上为大家公布陈果获得现场观众的加薪支持结果是，请揭晓。陈果获得现场观众516分的加薪支持，总分716分。艺人阵营的陈果，恭喜你！是的，非常的厉害哦。陈果先下一城，我要告诉大家，如果陈果可以再赢下一局的话，也就是说，他如果能够战胜盛阳，陈果将直接晋级全国5强，而陈叶安和盛阳将进入到终极对决。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最后一位选手盛阳他的表现如何了。来吧。所以最后要演唱的盛阳呢，你的表现就至关重要了。接下来，让我们把舞台交给盛阳。有请盛阳带来歌曲《问情》。
感谢盛阳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盛阳。好，那么在盛阳演唱结束之后，我们仍然要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为盛阳的表演做出加薪支持。我们这一轮仍然是由全国赛推荐官、乐评团和现场观众3方共同决定。同样，推荐官每人10分，乐评团每人10分，现场观众每人1分。如果喜欢盛阳的表演，就请按1为他加薪。来吧，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做好准备，加薪倒计时30秒开始。如果喜欢盛阳的表演，千万别忘了给他投票哦，记得摁1。有支持他的朋友们吗？加薪倒计时5、4、3、2、1，结果锁定。好，我们在揭晓分数之前呢，我们请之前的2位选手也回到舞台，欢迎陈叶安和陈果，请你们一起回来。好，请大家也按演出顺序来站哈，靠近我，叶安，好，陈果、盛阳，好。好的，我们来听听看，推荐官老师对刚才这3位选手的表演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讲的？哎呀，这个我先说吧，盛阳啊，这歌怎么改成这样啊？所以你刚才说那句话，我终于有点懂了。其实你刚刚开唱的时候，一听是这首歌，因为原来问情嘛，我们不确定是哪一首，因为这首其实是我们80后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它好像是《戏说乾隆》的主题曲嘛，所以它其实传唱度很高，很多朋友是知道的。我不知道在座的观众你们有听过这歌吗？有，但有人摇头，还真有人摇头。我觉得00后应该是没有，你看那边都摇头，从来没听过。但那个时候它国民度很高啊，《戏说乾隆》你们知道那个剧啊，那个时候的主题曲，这首歌的知名度很高的。刚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杜老师跟我点了头，啊，这首好多了。然后唱到管乐出来的时候，我心里想，完蛋，他要开大，果真开大了。就是，然后我跟杜老师对了一下眼神，就是说早了，就是一样。你刚才吼那2嗓子是挺厉害，但我觉得就是这首歌不错，这首歌你要能好好的唱下来，真的是不错。但后面不能这么唱。就我不知道这个当中这个经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但我觉得作为歌者，我觉得作为演绎歌曲的人，有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定的判断和坚持，要有自己的判断，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坚持的，就是不是什么歌可以就都可以去唱，也不是什么歌都可以那么去唱。我是觉得这歌的前半部分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后面的部分。我觉得是完全就是超出我能理解的范畴之外吧，只能这么说。刘水季老师在这点上，您赞同尚雯婕老师吗？好友加回来了吗？我从来就没有拉黑过我最爱的女歌手尚雯婕。毕竟，咱不说，肯定指定是没拉黑，就是在这点上您赞同吗？可以不赞同，可以不赞同。雯婕就是，虽然我没有拉黑你，但是我尊重你把我拉黑的权利，因为刚刚盛阳他选择的这首《问情》的版本，确实是一个改编版，它并不是原唱江淑娜的版本。我们这些80后的年轻人一听就知道，这个版本你是80后啊？无限接近90，对。然后这个版本是另一位华语乐坛也很优秀的女歌手缇亚袁娅维改编的版本。这个版本的结构它就是这样的，前半部分是比较有原版的那种抒情的味道，到后面它其实就是要把一些结构性的、技巧性的东西，甚至是颠覆性的东西呈现出来。所以我很理解，如果是听惯了原版或者对原版有非常明确的既定印象的朋友，对于盛阳今天的改编一定是会有违和感的。就像很多人当时第一次听到缇亚的版本的时候，一定也会觉得怎么有那么大的变化。但是今天抛开改编的见仁见智来说的话，我觉得今天盛阳在演唱上的表现其实还是非常打动我的。而且我觉得正是因为这首歌在改编上
做了很多的颠覆，所以这个难度也是随之加大的。但是以盛阳的这个年纪，我觉得他驾驭住了这首歌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听一下原版。然后，因为我旁边的光荣老师他是 Tia 的铁粉，对他不像我是文杰的铁粉，所以光荣可以再补充一点。不，我刚才有一句话，就是刘雪姬老师。我是华语乐坛会唱歌的所有歌手的。我刚想说，刘雪姬老师，你还是把我拉黑吧。最后那句话把我噎回去了。就问赞不赞同，讲了这么多。是这样，我会觉得盛阳他唱这首歌是他实现了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就他第一首逆战可能是他。就是这首还平衡了，最容易接受的一个版本。然后呢，到了这个问情，我会觉得他想要唱一些他自己审美里可能平时不一定有机会唱，但是可以代表他音乐审美的一部分。然后我就觉得 R&B Soul 又是代表年轻一代音乐人00后他们的一种审美取向，所以我会觉得，很了不起，盛阳唱了一个最难唱的版本。然后我觉得我们要给这个新版本一些更多的时间。我有您微信吗？有的话，咱俩也拉个黑吧，这我最后补充一句，对盛阳，无论大家对你的任何的声音，其实对你都是足够的善意，足够的看好，所以继续加油。希望未来的有一天，你也可以成为像尚雯婕、袁娅维一样，咱们华语乐坛的中流砥柱，加油！谢谢各位老师啊，表达了对盛阳的鼓励和一些隐忧啊。回过头来说啊，盛阳就是技巧还是非常的强大。是，只不过在个人审美的理解上面，我表达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这样的，这首歌对于这样的唱法，我其实是觉得，他还是不太能够表达这首歌的原本的歌词的含义，啊，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但是唱的是无懈可击的，还是那句话，你已经强大到不需要再强大了。谢谢老师。谢谢。其他推荐官老师有想对我们陈果和陈燕安说什么吗？杜华老师，我可以问一下，您选择为谁加薪支持了吗？我选择了陈果和盛阳。有想对陈果说什么吗？陈果的话，我觉得这首歌的表现可能没有上一首弹琴的那么更能打动我，但是整体表现的话，我觉得还是未来可期的。所以还是想给陈果加油。谢谢老师。是。盛阳的话，确实我是觉得他一直顶着别人家的孩子啊，我觉得特别是上一轮的话，被我们稍微批得有点厉害。确实像文姐说的，这首歌的话是我们80后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话，是我听过所有的歌里面，就80后里面有记忆的一首歌，所以还是蛮能打动我的，所以我也为他加油，给他投了一票。好，谢谢各位推荐官。我觉得盛阳，我想跟你讲两句。我觉得今天你这首歌，其实我有一个感受，我觉得你前面唱得非常的好。然后其实中间的那个编曲出来啊，我觉得那个不是你的问题，是这首歌它应不应该这样来改编，其实它是一个探讨。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先跨过。我觉得可能有人觉得合适，有人觉得不合适，他可能会有一个这种固有思维或者审美之间的关系。但是其实我应该讲的是，在这样的节奏律动下，要把这首歌词和这个歌唱的贴切，其实是难度加大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我听到后面，我觉得盛阳的演唱的实力和你长线条的声音的表达，其实又让我忽略这个编曲的它的节奏律动感，在我看来是非常厉害的。我觉得是你有驾驭，把这首歌驾驭住，能够有让大家关注 focus 到你的对于整首歌的表达。我觉得盛阳今天这首歌是我觉得做得很好的这是我的感受。然后陈果的话，其实我的最大的感受是，你在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全方面的艺人。就是我觉得你在音乐的表达和舞台上，因为它是很立体的，我觉得有你的个人的态度、表达以及演唱，其实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看的。我觉得你所有的魅力
被大家喜欢，是因为你的整体表达很好。我觉得不只是说我们要把它拆开说哦，到底比唱的好啊，还比较，就有一些人就是个人魅力强，所以我觉得我希望你可以真的就大家喜欢你是有道理的，你找到那个点，其实你在那个歌曲当中，你可以找到那个全方位的立体的表达就好了，对。然后还有想跟叶安讲，我觉得你刚刚整首歌里面，然后这首歌是不是比原曲速度还要快啊？就是我的感觉，这首歌好像变得速度更快了，所以我会觉得说你的表现没有问题，就是变快之后就是有点匆忙，就整首歌的这个舞蹈啊、演唱啊东西，但是你很好，你还是很专业。我觉得真的叶安是一如既往在这个舞台上，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应该算整体来讲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选手。我觉得这稳定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得的。你知道专业是什么？专业其实就是稳定。你看我们生病的时候，在台上依然要唱歌；我们身体不舒适的时候，我依然要唱歌；我心情不如意的时候，我还是要唱歌。所以我觉得真的稳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我认为专业歌手身上很好的一个素质。我觉得叶安你身上有这一点，加油。好的，谢谢各位推荐官老师。其实，在每一个瞬间，虽然说推荐官老师从点评的角度去讲，但是有无数个瞬间，我相信都是戳中了选手自己的心，他们读懂了他，也看懂了他啊。很多支持叶安的朋友也不希望他哭，但是叶安应该是被老师懂得的一份感动啊。叶安有没有想对老师们说什么？谢谢你懂我。是这个首歌好难唱啊，然后中文这个好难，然后又很难，时间太短，2天又让我唱太不难，好难。对，因为其实你知道，本身这首要在短的时间学一首新歌，然后对他来讲又是不同的语言，等于所有的难又加倍，然后他还要跳。最重要的是哒哒哒哒，他最应该就是用力气要唱的，然后语速很快的时候，那个动作也很快。我觉得编舞给他造成了一些困难，所以就觉得那个地方有点拖不住的感觉。所以就是叶安，下次如果在你唱歌很难的时候，动作可以选择更简单一点的，你跟他说哦，我可以改一些，也没有关系。所有都很难，唱也很快，跳也很快，都很难，但是我没办法了，所以我真的努力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我尽力了，我觉得每一位认真的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为像叶安这样子的每一位女生认真对待舞台的一份真诚所感动啊！即使可能有省力的方向可以选择，但是他们要选择最困难的那条路，为的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突破自己的极限。我们也为叶安、为陈果、为盛阳、为每一位来到让我来唱的女生们掌声鼓励，谢谢你们的全情的努力和付出。但你唱的那首歌对中国朋友来说也很难，确实很难，太厉害了，叶安了不起，了不起。好，那么在揭晓盛阳的最终成绩之前，我们要为大家复盘一下目前场上的局势。没错，目前一人阵营的陈果分数超过了2人阵营的陈叶安。陈果目前得到的总分是716分。如果盛阳的成绩能够超过陈果的716分，那么你们的2人阵营是一输一赢，场上的3位选手将一起进入终极对决。但是如果盛阳的总分成绩没有超过陈果的716分，那么
2人阵营的陈叶安和盛阳将进入终极对决，而1人阵营的陈果将直接晋级全国5强。现在，我们为大家公布的就是盛阳的最终成绩。究竟盛阳获得的最终成绩总分会是多少呢？各位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盛阳获得推荐官50分加薪支持，乐评团160分加薪支持，获得现场观众的加薪支持是487分，盛阳的总分是697分。恭喜我们1人阵营的陈果成功晋级巧乐兹让我来唱全国5强。2局太了不起了！恭喜陈果。此时此刻，陈果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想说的话。我没有想到就是我自己会赢，因为刚才选择1人阵营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种就是上战场就是抱着那种心态，就是我觉得最后一个舞台嘛，然后因为这首歌也确实就是练了第3个星期了，就是前两次比赛都没有唱到，然后我也很想把这首歌就是唱得很好，然后就是留下一个就是我自认为很好很棒的一个舞台给大家吧。然后我今天也非常非常开心，就是我妈妈可以在这里见证这一刻，虽然这个结果让我挺惊讶的，就是哎，不整这些了，回家再说吧。不说了。我们来掌声恭喜陈果，他作为1人阵营太厉害了，1打2，连赢2局，成功的晋级全国5强，掌声送给他，请陈果晋级席位就坐，谢谢。谢谢。好的，那么各位朋友们，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下一轮的终极对决。欢迎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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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我们要开启的是第3轮的终极对决。没错，在我身边的2位选手，你们将用60秒清唱的方式决出全国5强的席位，其中加薪值最少的选手将止步于此。你们的命运将交给今天现场每一位观众朋友们决定。现在2位请自行商讨演唱顺序。我先，他后。已经决定好了是不是？对。好，那刚才其实他们俩很坚定的啊，在这个广告时间就已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定好了。好，那我们麻烦盛阳稍微向右一小步。好的，好，那么究竟他们2位谁可以在终极对决当中获胜？等一下要拜托各位现场观众做出加薪选择了，请大家非常非常认真的聆听他们2个人在终极对决当中的歌声。终极对决现在开始。在演唱前，如果你们有想说的话，也是可以告诉大家的，好吗？好，首先有请盛阳。好，第一次站上这个终极 PK， 然后我今天准备的清唱歌曲也是一首老歌，然后可以跟大家说，就是经典有流传嘛，然后正好也没有编曲，然后就是清唱，然后希望把我的感情传递到给大家。
对，然后剩下的其实有些想说话，剩下一会儿再说吧，好吧，好吧，结束再说。城市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紧紧依偎。我让自己喝醉，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好，就这样，谢谢。谢谢盛阳，有请陈叶安。Hello， 大家好，我是沈叶安，我来带的 Titanium 是英文歌，然后如果是这个我最后舞台，我想唱这个歌给你们听。I'm bulletproof, nothing to lose. Fly away, fly away. Ricochet, you take your aim. Fly away, fly away. You shoot me down, but I will fall. I am titanium. You shoot me down, but I will fall. I am titanium. I am titanium. 谢谢陈叶安。好，在终极对决的部分，两位选手已经全部演唱完毕。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当知道，本来在这个环节呢，各位推荐官老师将要激情的开麦为他们钟爱的选手做拉票支持的环节。不过今天因为选手们的家人们来到现场，我们决定把这开麦拉票的机会给到两位选手的家人，好不好？来，我们盛阳的家人，还有陈叶安的家人，爸爸妈妈，还有妈妈和妹妹啊，做好准备了。没错，我们有100秒的时间。叔叔阿姨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但我提前讲一下啊，因为叶安的妈妈和妹妹他们讲泰文需要翻译时间，翻译的那个时间不要算在100秒内，好不好？对，这样我们多一点时间，好吗？没错，没错。好，来，那准备好了吗？大家好，盛阳10几年来一直在努力的唱歌，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梦想，希望大家为盛阳投入最珍贵的一票。谢谢。叶安的妈妈还有妹妹都可以讲啊。วันนี้แม่กับน้อง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เพื่อจะมาเชียร์ยีนเห็นลูกทำงานหนักทุกอาทิตย์ทั้งฝึกภาษาจีนทั้งฝึกร้องเพลงส่วนมากก็จะได้แต่เพลงจีนทั้งนั้นน้องจะพูดทุกครั้งว่ามันเหนื่อยมันยากมันลำบากแต่น้องก็บอกว่าหนูก็จะสู้ทุกครั้งหนูอยากอยู่หนูไม่อยากกลับวันนี้แม่ก็ขอเป็นตัวแทนของแม่อยากให้คนจีนรักน้องเยอะๆแล้วก็ช่วยโหวตให้น้องเพื่อให้น้องได้อยู่ต่อเพื่อได้ทำความฝั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เพื่อให้ประสบ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ในสิ่งที่น้องอยากทำอะค่ะอยากให้คนจีนรักน้องเยอะๆแล้วก็แม่อยากจะบอกน้องยีนว่าทุกครั้งให้เขาแปลก่อนมันยาวเกินให้เขาแปลก่อนก็ได้翻译一下是不是啊？来
还有想说，但是翻译。他说就是妈妈跟妹妹嘛是从泰国飞过来的，然后他看陈叶安就是每一周都是在认真的去排练，然后也同时也要学那个唱歌，包括还要学中文，所以对他来说就是很难的一段经历。然后就是他们就是经常联系嘛，然后就说陈叶安就是说他很累了，他就是想回去，但是还是相互彼此就是鼓励彼此，让陈叶安就是尽他所能的，就是在这边就是发挥到他最好的状态，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看到他的这一颗就是很努力的一颗心，然后给他多多的支持。谢谢翻译老师。妈妈讲完了吗？สุดท้ายก็อยากจะบอกลูกว่าทุกครั้งที่หนูมีความสุขบนเวทีแม่ก็มีความสุข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วันนี้ไม่ว่าอะไรจะเกิดขึ้นก็ไม่เป็นไรหนูทำดีที่สุดแล้วทุกคนภูมิใจในตัวหนูมากครอบครัวเราวันนี้ดีที่สุดแล้วลูกเดี๋ยวเราก็จะกลับบ้านนะค่ะไม่กลับไม่อยากกลับ他说就是不管今天结果是怎么样，然后他觉得他是他妈妈还有他家人心中最厉害的那一个人。然后妈妈说，如果今天结果是不如愿的话，就是会带他回家。但是陈叶安说他不想回去。ก็สำหรับหนูแล้วพี่ก็เป็นแรงบันดาลใจที่ดีที่สุดของหนูเลยพี่ทั้งซ้อมหนักทำงานหนักโทรมาร้องไห้ให้ฟังทุกอาทิตย์เลยแล้วก็ภาษาจีนที่ว่าแบบยากมากๆพี่ก็สามารถแบบพูดจนคล่องก็อยากให้ทุกคนช่วยกันโหวตให้พี่ให้เยอะๆเพราะว่าพี่พยายามจริงๆค่ะ妹妹说，妹妹看到陈叶安就觉得陈叶安是她的偶像，然后她就是看到了她每一个过程的一个艰苦的过程嘛，然后她就希望大家就是给她姐姐多多的投票，对，多多的支持。好，谢谢叶安的妈妈和妹妹。好，那接下来我们请盛阳的爸爸来做总结发言，好不好？来，盛阳爸爸为女儿拉拉票啊，因为现场的观众马上要加薪支持了，最后的时间。沈阳走到最后这一步，也希望大家都抬起你的手，对沈阳点赞加油，点。阿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了啊，阿姨非常淡定，摆摆手。行，好嘞，我们都看到双方的家人给了他们最坚强和最温暖的支持和后盾。然而，两位选手在终极对决只有一位可以走入全国5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现场所有的观众来做出加薪选择。没错，观众朋友们，1号代表盛阳，2号代表陈叶安，请注意2选1，选择你们最喜欢的一位选手。各位朋友们，再次提醒是2选1，你们准备好了吗？来，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拜托大家了，倒计时30秒，开始。倒计时，5、4、3、2、1，结果锁定。好的，那么相信大家非常关心我们最终这个成绩啊。那么马上我们就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有关我们节目的热搜的情况啊，因为今天当事人有很多在现场，我们请大家来回应一下。最新一期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们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微博的网友也好，包括腾讯视频的朋友们也好，对我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啊，好多朋友有一些问题的，大家表达一些喜爱啊，这是往好了说，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要贴脸开大，好不好？来，这个微博热搜的回应环节，第一位当事人陈叶安就在舞台上。
是的，在上一场当中呢，叶安为大家演唱了《最初的梦想》，很多观众都为他的经历所打动啊。同样拥有着在国外演出发展经历的我们的徐明浩老师，从叶安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并且为叶安加油打气。因此有一条热搜是徐明浩看陈叶安想起了自己。对此，叶安想对徐明浩老师，包括支持你的网友们说什么吗？我想谢谢徐明浩老师，然后谢谢观众，然后徐明浩老师是我的努力的榜样，对，然后就是兄弟天是超能力的组，他是一个人是问我是这个有翻译吗？因为他说中文他跟我说中文很快，但是我像我听懂，但是但是他可能知道我听不懂，然后他问我是你有翻译吗？然后我说我没有，然后他就是改说慢慢的中文，是我真的很感动，所以谢谢你。然后在超能力的时候，你也就是推荐我展示我自己我的特色，所以真的很感谢你。叶安想对支持你的网友朋友们说什么？谢谢我不知道今天是我的最后吗？但是，哎呀，我不想哭了。但是我谢谢大家，就是支持我。对，我会尽力而为。对，谢谢。好，谢谢叶安，谢谢。好，接下来的这位当事人是罗小黑。小黑在上一周演唱了《我们的明天》，好多观众朋友说你的歌声能让人不由自主地走进你用音乐构建的小世界。有一条热搜是罗小黑唱歌有一种让人进入他世界的魔力。我不知道这条热搜小黑有没有看到啊？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无论是当时看到还是现在听到啊，你的心情怎么样？以及就是你在准备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经历一些内心的过程？现在听到了。首先非常谢谢你们愿意进入我的世界，就像这首歌说的，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其实我在准备这首歌的时候自己也很迷茫，我一遍一遍的去听这个歌，然后一遍一遍的问自己，如果曾经的那一些矛盾，那些错过，那些遗憾，给我时光倒流的机会，我会想去改变它吗？然后如果这个时光倒流有一次重新选择明天的机会，我还会继续选择这条路吗？然后我想我会，所以就是给这一条词条的所有的这些人们，以及听到我声音的所有这些人们，你们遇到让自己迷茫和迟疑的时候，希望你们也可以回答一个很笃定的答案，然后也随时欢迎你们再次进入我的世界里。谢谢。谢谢小黑。这句话我想送给罗小黑以及所有来到让我来唱的女生，你们一定要相信，站在舞台上的你们一定在某一首歌某一个瞬间让听的人看到歌声当中的自己。你们的音乐，你们的歌声，你们的表达带给了无数听者力量和温暖，请相信自己，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的回应。那么关于热搜的部分我们就回应到这里了，也欢迎所有喜欢支持让我来唱的朋友能够更多的把你的观后感也好，或者想对我们的选手说什么也好，大家可以在网上发出来，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登录新浪微博带让我来唱话题来参与讨论，实时分享你的观后感，为喜爱的选手加油打 call 了。好的，现在呢我们请两位选手准备好，我们要为大家揭晓终极对决的最终结果。盛阳和陈叶安，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表演者，他们一路过关斩将，来到今天这个舞台上，而最后一个晋级全国5强的名额，会属于盛阳还是陈叶安呢？成功晋级全国5强的是
能在这个压力也很大，然后嗓子条件也不是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能把2首歌唱下来，我自己已经觉得可以了。然后其实我当时拿到这2首歌，我整个这周我整个想的就是说，我想为艺考生们带来一些更多的歌曲，因为我就一路艺考走过来，所以我很懂他们。其实尤其像我这种大嗓，就是我们的选歌其实很难。可能有时候半年才会选出来1首歌，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希望能尽我的一些小小的力量，能在这舞台上留下一些适合我这种就是风格和我一样风格的人去唱的。然后可能大家在18、19岁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时候，哎，那大家也可以去靠一些技术，可以去给我冲校考，好吗？都给我考上音乐学院，我的音乐生们啊。然后呢，这是我这周唱这2首歌的这么一个。整个的一个这个感想，然后其实我刚才想的是淘汰发言，因为我想的是说，确实找自己的路有点难，我还是说希望就是回去真的可以好好找一下自己。但是我现在就是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多多支持妍，因为她真太不容易了。我从黑妈妈跟她到现在，就是特别努力的一个小孩儿。对，妍安说吧。谢谢盛阳，谢谢啊，还为学校弄了一个招生简章，是不是？没有啊，好，谢谢盛阳。好，来。那同时呢，也很遗憾，叶安就要止步于此了。我们先听听叶安的家人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妹妹有没有话要对姐姐讲的？ก็ถึงครั้งนี้จะไม่ได้เข้าท็อป5ก็ไม่เป็นไรกลับบ้านกันพี่อินเก่งที่สุดในใจหนูและ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กคนเลย他说虽然这一次没有进入到最后的5强，但是在他眼里陈叶安都是他家人还有他最厉害的那一个人，所以没关系，就是我们就回家吧。叶安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说泰文吗？有可以的，可以。ขอบคุณทุกคนมากๆ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จริงๆแล้วหนู就是对我来说我准备了很多歌，我想唱英文歌，我想唱我自己选的歌，我想唱很多很多歌。对，我知道这边我做的不好，我知道我身体也不好，所以我也希望就是下次我可以唱我自己喜欢的歌，我想在舞台唱我想的歌。谢谢叶安，我们一定期待你能够有更多的舞台，能够回到舞台上给我们唱更多的歌。我ไม่ทุกวันของหนูมันไม่มีอะไรง่ายเลยสำหรับหนู。他说他的每一天都没有什么是容易的，都是很难。我完全听不懂工作人员跟我说什么，我听不懂，但是我要信我真的懂。然后我谢谢大家支持我。然后我谢谢我妈妈，我真的没想到今天，因为我每次舞台我真的很努力，然后我想说我觉得我们6个人都有自己天赋，对，所以我觉得对我真的不行走了，我真的爱舞台。然后请多多支持精灵少女吉尼斯。妈妈想对叶安说什么？น้องยีนหนูไม่ต้องเสียใจนะ ไม่ต้องร้องไห้แล้ว แม่รู้ว่าหนูทำดีที่สุดแล้ว ทุกครั้งที่หนูโทรหาแม่หนูจะพูดตลอดว่าหนูไม่มีโอกาสได้ร้องเพลงที่หนูอยากร้องเลยแต่หนูก็พยายามเต็มที่หลังจากนี้ไปเราไปเริ่มต้นในเส้นทางของเรา
แล้วหนูก็จะได้ร้องเพลงที่หนูอยากร้องแม่ไม่เสียใจหนูไม่ต้องเสียใจนะลูก他说没事，就是他跟他女儿一直聊天嘛，然后知道就是陈叶安没法选择自己想唱的歌，然后就是他说输了也没关系，然后就是我们就一起回家。对，确实是，可能在演唱的部分呢，叶安也会更多的希望唱一些中文歌，能够让中国的观众和听众能够感受到他歌曲当中的诚意啊。不过没关系，我觉得我们未来一定可以期待以及看到陈叶安有更多精彩的舞台，他对音乐追逐的梦想的这团火绝对不会熄灭。掌声送给我们大家非常爱的陈叶安，加油叶安！同时也掌声恭喜我们的盛阳进入到全国5强。各位朋友们请注意了，我们巧乐兹小程序让我来唱冠军预测加薪通道即将开启了，大家可以前往巧乐兹小程序为你心目当中的冠军舞台加薪支持。截止8月15号中午12点，加薪值最高的选手可以获得巧乐兹品牌商务合作以及更多的曝光机会。除此之外，节目总决赛冠亚军也将获得巧乐兹接下来的品牌商务合作和曝光机会。如果巧乐兹小程序冠军预测结果与总决赛冠亚军选手重合的话，那么此商务合作机会将顺延至季军。好，各位朋友们，至此巧乐兹让我来唱全国5强已经产生了，让我们欢迎他们回到舞台上，欢迎所有选手回到舞台。同时各位，我们本周的限时加薪通道已经开启了，大家赶快前往微博搜索让我来唱，参与限时加薪支持活动，为你喜爱的选手进行限时加薪支持。你的选择将决定哪位选手在下周晋级赛当中拥有优势。没错，本场直播内容已经全部结束了，谢谢今天每一位选手的精彩表现，谢谢一直陪伴我们的推荐官老师们，还有付出所有热情的乐评团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是的，我们也要再次恭喜香奈儿，恭喜卜菜、罗小黑、陈果、盛阳进入巧乐兹全国5强。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赶快上微博参与让我来唱话题讨论，听百变女声4亿开唱，燃爆今夏，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喜欢你没道理。本节目由4亿撒欢自在开唱的巧乐兹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连续5年全球销量第1的植物饮料王老吉赞助播出。怕上火喝王老吉。打开微博搜索让我来唱，进入话题页，点击进入让我来唱微博加薪，为你喜爱的声音或舞台送上加薪。助力喜爱的参赛选手获得专